史诗《德雷克海盗》描述了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在1595年穿过委内瑞拉海湾的航行。他本来的目的地是附近的马拉开波湖，意图摧毁西班牙殖民者的老巢。可是当爵士想趁着黑夜驶入这个湖口时，他的计划突然被彻底破坏。巨大的闪电照亮了四处，让整个舰队如同暴露在白天一样。西班牙人已由此发现了他们。马拉开波湖是地球上风暴最多的地方，超过13000平方公里的巨大湖面上，常年风暴不断。每年有近200次的雷暴在此发生，这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会持续数小时。和地球上其他的地区一样，马拉开波湖的雷电也是正负电荷作用的结果，在乌云中这些电荷会稳定的形成。一旦电荷差已经足够大，无论是在云层中还是云层和地表之间，就会产生火花，并成为闪电。地球上每年会发生3.5亿次闪电，平均每秒11次。通过太空卫星和地面接收器，我们才知道这些。我们能测量地面闪电的密度，就是每平方公里闪电的频率。闪电的地点和频率揭示了地球上闪电最多的那些地方。在2极地区，数平方公里的地面一年可能也只有1次闪电。同时，赤道地区的闪电密度能达到每平方公里数十次，因为太阳提供了更多热量来形成暴风雨。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马拉开波湖相提并论，那儿的闪电的次数达到每平方公里250次，是地球上闪电密度最高的地方。几个条件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这个湖泊似乎永不停歇的暴风雨。首先，马拉开波湖只有区北纬10度，所以有足够的太阳能为风暴提供动力。雷暴也需要水蒸气的供应，而这儿非常靠近加勒比的温暖水域，可以持续提供水蒸气。最后，湖的南边和西边有2条巨大的山脉阻隔，使冷风可以汹涌直下，推高热空气，使大气湿稳，形成乌云。以上因素一起作用，促成了地球上最令人生畏的雷暴，一个真正的自然奇观。几个世纪以前，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也许诅咒过湖上的强光，不过现在的水手很喜欢这个奇景。他们称之为马拉开波灯塔，并把它作为照亮航道的天然灯塔。通过这段视频，继续了解大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并找出导致海啸出现巨大的破坏性膨胀的原因。